赵先生，您不能闯进去，见律师是要提前预约。撒手！赵先生，你这样我要叫保安了。别拽我！小四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啊，没事。别拽他呢。陈律师，甭管您多忙，我这案子非您接不可。哎呀，赵先生，你也真是有点奇怪啊！不就一重婚罪吗？最多也就判你2年，你委托谁都一样。我又这么贵，您何苦呢？别介呀，我知道您厉害呀，我还看出来了，那俩女律师跟您关系不薄，对不对？这案子就得是您不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啊！我这汪水有点浅了呀，是不是？来来，进来进来，赵先生。哎，确定让我代理你吗？啊，那我不客气了。刚刚不提过了吗？60万少1分都不行。陈律师啊，我要是有钱，别说60万，600万我都出。可是我这情况您知道啊，我现在还是失信人员呢。哎，您别给我来这套。您这种人欠着人的钱，未必自己没钱。再说了嘛，这60万也不用你付吧？谁付？你想啊，这如果是焦女士呢，她不告你，那这委托费就不用出了，你就省了这钱。如果焦女士告你，你因为重婚罪坐了牢，那你也不至于说财产1分分不到嘛。哪怕1.9开，它也不止60万嘛，是不是？用不用我代理你？用的话，咱不等焦女士这钱了，咱现在就把钱给我转过来，转过来我立马去跟他们重新谈判，争取让他们不告你。就算告你的话，我争取从轻。如果能取得谅解的话，跟你说，老狱之灾都省。陈律师，我就给你5个数，如果你不签的话，对不起，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，这案子我不接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。哎，签，我签。签。哟，陈无良来了。哟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第一次来你们所嘛，为了表达诚意，专门选了一花篮。你当事人呢？哦，这儿呢。哎呦，赵先生您好，来进来。哎，不是您这放门口就行，谢谢您。这不光有花篮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这还有锦旗呢，来给你看看。来，陈叔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成天没点正形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没正形？咱俩上次打配合，把这何巧慧的案子赢得那么漂亮，咱不得给自己颁个锦旗，表扬一下咱俩表现好啊？那我说咱俩是史密斯夫妇，你说我没有 Peter 帅，那我就选邦尼克莱。挂办公室吧，好吧？别，你放回去吧。要不咱们聊正事儿吧？乔女士不还没到呢吗？啊，这样，赵先生您先坐，那个邱律师去接焦律师了，马上就到。紧张，没事，您可以适度的转转椅子解压。不是他喜欢转椅子。焦女士这边请。哎，哦，来了。焦女士，燕玲，我错了，要不咱们再谈谈，你千万别告我呀。罗律师，我时间有限，咱们速战速决。好，您坐。陈律师，就这样啊，我觉得今天啊，可能也没有什么谈的必要了，因为我方当事人呢现在的立场也是很明确的。哦，别，和为贵嘛。而且，赵伟先生已经真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是吧，赵先生哈啊？燕玲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是人，我不配做你的丈夫，也不配做孩子的父亲。我现在什么都不要，我就想求你放我一马，毕竟咱们做过夫妻，毕竟我还是孩子的爸爸，我要是进去了，孩子脸上也不好看，不是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燕玲，很真诚，我错了，我求你，你放我一马吧，你原谅我吧，我不能坐牢啊，那边孩子还小。那个女人又不顶事儿，我在外边欠了一屁股债。你起来，坐下，咱俩好好谈谈。你要说什么你就说，要打要骂都可以。你要是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。你别跪着，站起来。
坐下。你像个男人一样，跟我好好聊聊。赵伟，你知道我条件不好，腿有残疾。从小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喜欢我，所以我特别自卑、懦弱。别人对我有一点点小小的善意，我都会加倍的珍惜。直到遇到了你，虽然咱俩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不长，但是你给了我关爱、温暖。你让我懂得生活可以换种活法。这么多年，虽然你不在我身边，但是我一直怀念着你给我的那段美好的日子。我也怀念。18年，赵薇，我一直以为我是为你活着的。我想，我只要够努力，创下一份家业，等你回来，把这一切再交到你手里。但是后来我才发现我错了，我不是为你活着，我不是为别人活着，我是为我自己活着。活着活着我就强大了。你也很强大。你别说话了，行吗？你听懂了吗？懂。其实啊，我本来不想做的这么绝情。我想给你、给我、给孩子留一份体面，但是你一点一点把所有的一切撕得粉碎。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算账的，我是来谢谢你的。我要谢谢你，曾经给了我一个那么温暖的家，给了我一个这么优秀的儿子。我也要谢谢你，让我变得如此的强大。为此我会付出我该付出的，但是你要去面对你该面对的。赵薇，你得长大。罗律师，哎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好，我们送你。再见，张律师。燕，赵女士，您刚才说那段话真棒。我们现在呢，还是想再征求一下您的意见。您有2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就是以不告他重婚为筹码，逼他放弃财产分割的要求，让他净身出户。这第2个选择呢，就是告他重婚，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但是您的财产也会被他分走一部分。第2种，陈律师，咱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看看你把这么好一个女人给逼成什么样了。她刚刚走的那么坚决，你也看着了，她肯定要告你重婚罪的呀。告他重婚？对的，该分的分给他，那都是我以前赚的，以后我照样可以赚回来，送他去他该去的地方。明白。那咱们接下来呢，就把精力全都放在刑事部分上。至于前景呢，我给你交代过了，法律后果你肯定是逃不了的。你现在就好好表现，让他可以原谅你，这样没准能轻判一些。好好，我都听您的。谢谢你们2位。应该做的，来。这女人要是自信起来，气场全开，但是这陈无良啊，又让她赚了一笔。你说怎么她到哪都能吸出水来呢？回来了，罗律师。我刚才看到焦女士走得特别坚决，她赵先生你也看到了，哐当不就跪到那儿，真的是诚心诚意的道歉。所以，咱帮着争取个机会见一面呗，聊一聊好不好？您确实是也看到了，这还怎么谈呀？那只能是法庭上见了。
罗律师，我求您了，哎呦，要不你帮我求求情吧？张先生，你也别为难罗律师了啊！你想说什么表达什么我都清楚。这个后边事儿我跟罗律师聊，您就回去等我消息好吧？哎，好，放心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走，来。把门带上啊，谢谢。哎，说吧，你想提单跟我聊什么？恭喜你又赢了我一次啊！也恭喜你又挣了一笔昧心钱。什么钱不是钱呢？不过你放心啊，就这赵伟18年来没有履行过任何抚养义务，我们会把他打得净身出户的，而你想要的钱也拿不到。你放心，这60万代理费啊，60万已经都交齐了。最后一句啊，再说一下，替我转告一下这个焦女士，我方愿意接受少分割财产，但是你们这边能不能帮着签个谅解书？1/3、1/4，把债还了，行不行？不是陈说闹着玩呢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能替当事人做决定。我试着帮你去跟焦女士传达一下。好，谢谢。还有，你把那小破玩意儿带走。都开豪车的人就送我一小破锦旗，逗小孩呢。戒指吃过见过的好吗？这跟吃过见过有什么关系？是情趣，真是。哎，还是很抗拒。行，耐心。呀，真好，谢谢谢谢，欢迎常来，欢迎常来，好久没来了呀，给他们把菜催一下哦，下次还可以试试别的菜。好的好的啊，元旦快乐啊！明山集团成立于1998年，是京南市最大的铁矿石生产企业，常年向另一家大型的民营企业明海钢铁集团供应铁矿石，两家建立了长期且稳定的供求关系。这两家企业的老板也不是外人，是一对亲兄弟。左边这位孙明海，明海钢铁集团的创始人，是哥哥；右边这位呢，孙明山是弟弟，明山矿业集团的创始人。两兄弟一个开矿，一个炼钢。那最红火的时候，两家交的利税，占了京南市财政税收的20%几。不夸张地说，这两家企业就是京南的命脉。这样的案子最难做。前年明海改制，一家国企入驻，孙明海被踢出局，并且很快暴病而亡。明海集团换了老板，明山开始催讨货款，但此刻的明海呢，翻脸不认人，拒绝支付。此时的欠款已经达到了5000多万，就连滞纳金也已经达到了1700多万。而此刻的明山集团呢，也因为受到这笔欠款的拖累，到达了破产的边缘。哎，钱总啊，这些是我们两家一直以来的这个欠款还款的协议。明海是老大哥了，也是我们长期客户。这一次要不是因为这笔钱拖得我们实在是没办法，也不会把诸位请到这儿来。还望钱总看在我们长期合作的份上，哎，哪么少还我们一笔，让我们也能够正常生产呐。新官不理旧账，以前的明海负责人和你们的关系大家都知道，亲兄弟之间的协议真实性很值得怀疑。如果明山认为我们不讲理，那只好请孙总另找个地方去讲理。对不起，我还忙，恕不奉陪。哎呀，钱总，日前，明山集团公开招标，招募律师事务所代理起诉，要求明海还钱。诉讼代理费是要回欠款的9%，再加上滞纳金的50%，那这样算下来，理论上代理费可以达到1000万以上。1000万以上，哟，好肥的活啊！这可是好事儿啊！只要明山手里的证据过硬，这官司哪有输的道理啊？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午餐啊？因为明山集团没有能力支付律师费，所以他们现在提出了全风险代理，并且附加了一系列的苛刻条件。也就是说，
明山集团不会再为这个案子出1分钱，所有的诉讼费用由律所承担。这样一笔烂账，光是请会计事务所审计清楚账目，可能就需要几10万。另外，所有的代理费全部从胜诉后被执行的回款里支付。就算我们打赢了官司，但没有办法执行的话，律师也是拿不到钱的。方律，如果接的话，风险所里会承担吗？如果谁要接这个案子的话，自己要承担大部分的风险，比如前期的开销。那就是说，这个官司即使打赢了，但是没有拿回钱来，那前期的开销还得自己掏腰包是吧？就是这意思。这意思就是不让大家接呗，谁愿接？谁想接？不接。放着大钱没人挣啊！我来，我接了。哎呀，这个年轻人胃口不能太大，你就听前辈一句劝啊。这个案子风险大，开销也大，赢了嘛，当然挣的钱大部分都归你了，输了呢？输了，韩律师您有损失吗？我没有。诸位合伙人有损失吗？没损失。那对呀，那没损失的话，不就证明咱们所里没损失吗？所有的诉讼成本是我个人承担，那相应的，我个人承担了成本，那收益就应该有所增加了。按照所里的惯例啊，一个案子，咱们所里的提成是30%，但是这个案子20%，剩下的我个人。他这个想法，我说，哎，咱们怎么没想到呢？啊？哎呀，这个小子啊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这就是他的特点。当初我也是看上他这个特点，我才引荐他。咱们所啊太老了，需要这样的新鲜血液。哎，你觉得他这方案怎么样啊？跟您一样，全力支持。虽然我们投了赞成票，但是要全部交给他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你去找老韩聊聊。我跟他没话说，要找你找。哎，陶正，谈的。进。耶，方律。有时间吗？有啊有啊，随时聊两句。聊。来，坐。方律，你先回避一下。挺好的，在我这儿挺用心的。刚才呢，你勇气可嘉，我特别的佩服。真的啊？哎，那我太开心了。陈硕，刚才我在会上也说了，所里把这么大一个案子全的交给你，那是不放心的。万一要出点什么问题，那最后还是所里给你兜着。大家呢决定派一个人和你一起打。派一个人。韩律师是不是？老韩，领导来，哎呀，就是憋得慌。新来的和尚好念经嘛，我们这帮老帮菜，你就靠边站。我当时看他的状态，他就跃跃欲试的啊，所里还真是用心良苦。现在给你一个靠边的机会，你和陈硕一块儿接这个案子。领导，你怎么想的？我怎么觉得是对我们这些新来的不放心，派个人看着我？哎，没有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把这么大的案子交给他吧，我还真是不放心。你去呢，第一，以合伙人的身份全程监督；第二，保证不出什么问题的情况下，把钱也赚了。说实话，我并不知道韩律师有没有打过类似的官司，我怕他拖我后腿。什么案子他都接触过。再说了，老韩可是个老江湖，十足的。钱不钱的我一点不在乎，我就是仗义，我没问题。好啊，病好了？我什么时候病了？那希望你们合作愉快。一定愉快啊！提醒你一下，这个案子啊，
他的功夫还是在案外。这2家公司呢，在当地的背景和关系都非常的复杂，万一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的时候，也许像韩律师说的，被当事人出卖，也很有可能。所以啊，陈硕，你要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。方律，我是一个审时度势、这权衡利弊的人。那如果真遇到一些什么极端情况的话，我会及时止损，这点您放心。那咱们再说回这个案子呢，欠债呗，那就还钱呗，是不是？如果对方坚决不还，那我就相信法律，法律是公正的，法律一定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裁决。希望如此吧。行，就这事儿。好。哎，陈律师，顺便问一句啊，你自从到了所里之后，好像一直在翻阅以前的案卷，是有什么想法？没想法呀，我学习嘛。那你看，一个所有一个所的风格，一个所有一个所打官司的路数，我入乡随俗啊，对不对？我到了咱们量证所，那我肯定把咱们这些合伙人打过的所有大案子全看一遍，有利于我业务提升嘛。就说您打的那个官司吧，就是代表东海远洋跟那施耐特，不要提，不要提。思路简直是这。我的案子都是老黄历了，不提了啊。以后量证所还是要看你们的。我一定努力。费心了。那我先走，你先忙啊。好，留步。亲也为我着想，得找个人看着嘛。姜还是老的辣，哥，我没逃出您的手掌心儿。哎呀，瞧您说的，这是所里看我成天瞎忙挣不着钱，你吃肉，让我来喝点汤。真的会说。来，那咱们说正事啊。这个诉讼成本，这个审计费、诉讼费，我算了一下，大概就是一半一半。你主打，那诉讼这一块归你，那审计这块我来，你看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审计费便宜啊？不是，韩律师，我给你提个醒，审计费它可不便宜。你找一个像样的会计师事务所，把这10来年的账彻底捋一遍，那得花50、60万，加上其他成本全算下来，那将近是130、40万，不少钱。不管是多少钱，都是我来。我感觉有坑呢。有一家会计事务所的欠我的律师费没给，还有人能欠您韩律师律师费？不是咱俩这有一段没打对头了，是你坑人能力下降了吗？这哪个律师没有被当事人坑过呀？几十万，拖了我1年多，硬是不给，所以我这次把审计的活我交给他们，就抵这律师费，他们肯定愿意。哪家会计师事务所啊？方中。这京北这好的有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我都知道，方中我没听说过呀。小所，成立没2年，成立没2年，欠你几十万。不是，那我收回刚才的话，你还是厉害，哥。别，那个兄弟，你就当帮老哥哥忙好不好？就这么定。谢，不客气。那咱们这个成本这一块咱们就平摊了，好吧？那你看代理费咱们是不是绝对不能平分？你也别怪弟弟我啊，刚刚在会上你不是听到了吗？这案子啊，是我个人的，您呢只是来辅助我，所以基于这种情况呢，你要同意的话，那就3期，我期，你呢？没法聊了，哥，聊了不聊了，你这没意思。不，开玩笑，我3，你7。没开玩笑呢，成交啊，好吧。你看这个不知不觉间，2只伟大的手又握在了一起。我们可以是4只，更伟大。来了，魏总，预约您的客人到了。好。魏成先生您好，我叫罗英子，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。
梅大良先生是我司考时的老师。坐。罗律师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来是想了解一下当年您那个案子。谁让您来的？梅先生吗？不是，他不知道。梅先生是我的老师，我知道她和她的丈夫因为当年那个案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她丈夫因此而丧命了。不过梅先生一直坚信，当年的事情不是强奸，而是双方的交易，而您又是当事人。罗律师，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。梅先生，我知道您现在在您父亲的公司发展的挺好的，但毕竟如果当年的案子翻不过来，您就是有案底的人。可是如果我们能把事实的真相查清楚，对您来说也是。罗律师，我不想查事情的真相。我10点半还有个会，您先走吧。魏先生，您能不能替梅先生和她死去的丈夫也想一想？毕竟他们俩也是因为当年您的案子才出的事儿。如果你真是为了当年的案子来的，你该问的人不是我呀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一无所知。魏先生，希望您再多考虑考虑。如果您考虑清楚了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谢谢。进。您好，我是33号美容师，今天由我来为您服务。女士，您还没换衣服吗？您好，请问您是杨翠丽女士吗？您是？我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我叫罗英子。杨女士，咱们可以聊一聊吗？聊什么？我想和您聊聊当年您和魏成的案子。您当年主动找了梅先生，说不是强奸是交易，可是为什么后来在法庭上却改了口呢？是梅律师让你来的吧？哦，您别误会，这件事和他没关系，他没有让我来找您，而是我想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。我觉得是有人要陷害梅先生。杨女士，现在就咱们2个人，我可以向您保证，您告诉我的任何事情，只要没有经过您的同意，我不会用在任何场所。没啥真相，真相就是我在法庭上说的。可我了解梅先生，他是不会教唆您去做假证的。从您当年向检方出具的证言，到后来在法庭上改了口，我认为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是不是有人跟您说过什么话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对我有什么好处吗？梅先生因为这件事情丢了律师资格，而她的丈夫也因为这件事儿丢了性命。对不起，我换个人来给你服务。那件事我没什么可说的，我现在有老公孩子，你要是再来打扰我的生活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杨，喂，梅先生。英子，你怎么还在调查那件事情啊？是，我就一直没放弃，只不过前段时间太忙了，我就没顾上。是魏成告诉您的吧？你有空到我这儿来一趟。梅先生，进。梅先生，哎呀，你看，我给您带来了小礼物啊。站这儿。啊？
那怎么了？我不是已经对你说了吗？魏成案我不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他？梅先生，我特别不理解，您是不是认准了梁成锁和这案子确实有关系？那如果事情真像您想的那样，那就更应该查清楚了呀，这样您和于先生的冤枉才能够辩白呀。这个案子都已经过去快10年了，当事人都已经过上了自己的生活，你没有必要再去打扰他们。如果你想不明白，那就不查了，你必须住手。梅先生，我呢，可能是这方式用错了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不去找当事人了，好吗？我再看看有什么别的方法，再去调查调查。新律所站稳脚跟了，不简单。嗨，什么简不简单呀？我现在呀，顶多就算是个勉强糊口而已。我没打算向你借钱。哟，梅先生，你都会开玩笑啦？我给你介绍一个案子，怎么样？那感情好啊。那不过我话说头了啊，人家罗律师现在也是有身价的人了，够聪明，就是人一得意，容易忘形。我给你介绍这个案子，超过你的身价。哎呦，万和集团是一家多元化的控股集团，业务涉及消费品制造、房地产、基础建设等领域。去年企业因为经营不善，引发了资金链的断裂，公司资不抵债，欠下了大笔的银行贷款，不得不走上向法院申请破产的道路。万和，原来那套房子就是万和的。那当年这开始售卖的时候还给摇号呢，这才几年呀？哎呦，这想想也好几年了。哎呀，现在这是房子和人都没溜。哎，梅先生，这我看这上面写着什么破产管理人，您不会是想让我们所去当破产管理人吧？那这确实比我身价高，这可是一肥活儿。能啊你！你们律所刚成立，有破产管理人资质吗？能接这么大的案子吗？那就不能让我做梦了啊！管理人团队要经法院公开竞争选任。现在有个律所想参加，有管理人资质，但是一个小所，需要合作者。找到我，我想介绍你们所。您这是想让我们给人打工去？哎，我不干，宁当鸡头不如做凤尾。那就算了，我就回了人家许卓。哟，林先生，他不会是那个给弱势群体打官司那律师吧？是他，他的卓越所要参加破产管理人的招标，需要一个合作者。找到我，我向他介绍了你。那我知道了。您不是原来还让他来讲过课吗？哎，不过他不是一公益律师吗？怎么这种案他也接呀？公益律师也得吃饭呐。许卓是公益律师出身，但是最近呢，他也调整了律所的经营方向。这些年呢，也做一些投资并购、IPO 的业务，也是干出了一些名气。看得出来您挺欣赏他的。梅先生，他不是蹲过2次监狱吧？2次看守所，2次上法庭都判无罪。他在看守所里啊，构思了2本法学专著。那怎么？你对他有什么看法？我能对人家有什么看法呀？我这么一小破所，哎呀，在机会面前，他看法不值得一提。哎，我这辈子啊，带了不少弟子和学生，最让我欣赏的，方力宏算是一个，许卓算一个。没第3个啦。我呢，
你还没登堂入室呢。这次啊，如果你跟许卓联手，我相信未来可期。这是他的名片，如果你们愿意，就去找他。行，那我就去会会他，看看这个许卓到底有什么该死的秘密。各位工友，集团向各位保证，最迟这个月底先给大家发1个月工资，让大家救救急，好不好？欠了好几个月了，就给1个月的呀？1个月的工资够花吗？大伙别听他的，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，到现在1分钱没拿着。他们说了也不算，孙明山呢，任孙明山主任说话。对，来，进来。孙总，咱们请的律师到了。哎呦，快请，快请，快请！哎呦，您是？我是韩志东。哎呦，韩志东，陈硕，陈硕，陈律师您好。哎，您好，小芳，小芳，可把你们盼来了。哎，快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去倒水。来，坐。您先。这刚才进门的时候，你们都看见了。看见了，这孙总太不容易了。哎呦，何止是不容易呀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您说这叫什么事儿？欠我们几千万块钱，吃完了一抹嘴不认了，这不是逼我们吗？二位，你们要是能帮我们把这笔钱要回来，那就是我孙明山，还有我明山集团所有职工的救命恩人、再生父母啊！听到了吗？责任重大，非常重大。孙总，哎，您的心情我们理解，那咱们就开始工作吧。好，找个地方，我们和你们的相关人员好好谈谈。怎么样？没什么大问题。行。哎，孙总，这些材料，我们来之前都已经详细的看过复印件了。是，我们觉得这个起诉的证据还是很充分的。所以我们这次来呢，一是想谈一谈双方的这个合同，二是想在签合同之前还有几个问题想要了解一下。哦，那您说。好。那个小陈，你来说。好，我来。孙总啊，这据我们了解啊，这明山集团和明海集团在京南市是举足轻重的，但是你们这2家的矛盾呢由来已久，那你们之前就没有进行过谈判或者是调解吗？哎呦，怎么没谈判呢？干企业的，能谈判谁想打官司啊？当我们发现他们有不还款的企图之后，我们首先找对方谈判，可是都不管用啊！一开始嘛，让他们还款，他们不干。后来我们想，要不然就减免一些债务，让他们少还一点。可是他们一开口呢，就要减免1半啊，这个我们也不能答应啊。所以这事儿呢，就这么僵持下来了。后来我们又想，就是拿回1半来，它也是好事啊。可他们仍然不干，我们是被逼无奈才选择了诉讼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打官司，对方呢就开始耍起了无赖，威胁再也不接受协商谈判了。现在不接受，到时候未必不接受。安律师啊，今天我当着你们几位的面，代表我们明山集团跟你们表个态，如果对这个谈判还抱有任何幻想，我们就不走诉讼这条道路。之所以选择了诉讼，就是做好了跟他们撕破脸的准备。您放心，我们保证不会再接受任何法律条文之外的谈判和协商。那这条是可以列到合同里的可以，没问题啊，合同里。还有一点明海集团的老总呢是您的哥哥，据您了解呢，明海集团除了高炉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资产吗？毕竟就算我们赢了官司，如果对方没有可以执行的资产的话，咱不能拆人高炉吧？是不是？不过这个我还真是说不太好。我哥去世2年了，这2年当中，他们对明海是大动干戈呀，又拆又建的。我哥打下那点江山，让他们折腾的也差不多了。不过有句老话是怎么说来着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
对，我哥在的时候呢，当然了，后期明海这个效益啊不是太好，但是要论家底儿，毕竟比我们厚，也就是欠了几千万，只要他们想还，一定能还上。还有孙总啊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咱们这边集团提出的是未来的律师抽成比例是9%，对吧？那么鉴于现在咱们集团的实际的这财政情况啊，我有个想法，我们可以调低1个点，降到8%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先别忙着说太好啊。这边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需要加一个违约条款。哦，什么条款啊？就是在我们这个代理协议签订之后，未经我，也就是陈硕律师的书面确认，咱们明山集团不可以与明海集团有任何形式的谈判或是和解。如果违约的话，那就视乎于我们的合同义务已经全部的履约完成了，你们要支付全部的律师费。那么在明海集团向你们支付款项之后，你们要立即支付给我们，是立即。您放心，我们呢让他们害苦了，绝对不会跟他们和解。就等您这句话。那就加进去了啊，这几项啊。雨怎么迷上了眼睛？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，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，它不曾